美軍的動作也在持續的加大當中，已經連續第11天空襲伊朗了。川普也最新放話的，他說再打下去，很快我就會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就是搞三了。伊朗打亞馬遜、打數據中心、打能源設備，美國人在遠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變得很具體的，讓你的銀行刷 App 刷不出來，然後讓你的油價漲上去。那這也是不斷的在給川普國內支持者放血，那要把這些灰色地帶都打成新常態。如果我的電廠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電廠；如果我的科技設施被打，那我就打你們的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鎖，那我就封鎖和我們在海峽。這是一個模塊化的報復菜單啊！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相對應的什麼東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國際社會挑毛病，这好像也沒啥問題。美伊戰爭現在從這個原本的戰場，現在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甚至是能源戰全面開打了嗎？來看到伊朗的最新動作，他這邊呢，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一次展開了這個是納斯爾2的第24波的報復行動，瞄準的不是美軍基地，這次是瞄準美國的科技霸權，也就是亞馬遜 AWS80的資料中心。伊朗宣稱呢，他現在所有鎖定的目標都已經完全的把它給摧毀了。專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稱屬實的話，代表接下來波灣的國家的，包括這些從雲端服務一直到電話網絡，甚至是銀行相關的這一些應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轟亞馬遜，那會不會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這些科技大廠去做攻擊？這個是美方現在還包括了中東的盟友們現在所最擔心的事情。而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美軍的動作也在持續的加大當中，已經連續第11天空襲伊朗了，打擊的範圍包括了在軍事的行動基地、海軍的基地、無人機庫，甚至是它的後勤的基礎設施。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話的，他說再打下去，很快我就會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就是搞三了。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他說呢，根本就還沒有打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目標，他可能還會做的事情，就是聯手以色列一起去打進伊朗的最後一道防線——搞山地下基地。川普的這樣做是真的有可能嗎？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那麼搞山之所以對伊朗來說特別的重要，然後呢，美軍又很難攻進去，有幾個理由。因為伊朗在這邊部署了上千部的濃縮鈾的離心機，而且呢，恐怕呢已經全部都把它搬進了搞山的地下基地裡面去了。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連美國的巨型鑽地彈也很難徹底的毀滅掉這一個地方。換句話說，這個就是伊朗最後核計劃的最堅強的堡壘。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強調說，如果你美軍真的去敢攻擊我們的核設施的話，接下來你的盟友還有跟美軍相關的地區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會成為伊朗強力攻擊的目標。重點來了，美國另外害怕的事情還有伊朗這背後是不是有其他國家在軍事上面特別做援助？來自於美國的戰爭部長特別的說法，他認為這背後還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幫忙。他特別提到了在這兩個國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國大陸會提供防空系統，那麼俄羅斯他這一次在俄烏戰爭當中學會了無人機的實戰經驗，恐怕也會把這些經驗提供給伊朗。這是來自於赫格塞斯的最新說法。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了伊朗這次的打法？打的是亞馬遜資料中心在中東的地區，是警告美國，伊朗說的報復都是玩真的嗎？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這個整個中東失控的風險，對搞山真的下手嗎？漢庭怎麼看？先說這個亞馬遜被炸的事件，伊朗說炸了，但全世界都沒有確認。因為呢，這是伊朗宣稱我們已經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亞馬遜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沉默，沒有任何的一方確認命中或摧毀。巴林的國防軍說，我們防空系統攔截了很多來自伊朗的空中目標，但他也沒有說這個數據中心已經遭到破壞。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這家數據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經被伊朗的無人機打過了。當時就已經斷電起火，亞馬遜把客人都牽走，所以那邊已經是一個空場，就好像也沒什麼人在裡面。因此，伊朗這枚導彈如果再丟過去，然後又說完全摧毀，好像只是一個形式上稍微來造勢。
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虛張聲勢，畢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經宣稱了蘋果啦、英偉達啦、特斯拉、微軟、谷歌一大堆的這些18家的美國科技巨頭，在中東的相關設施，伊朗都要把它列為合法的打擊目標。那為什麼呢？我覺得它這個報復性是真的嗎？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戰爭的成本具體的、可視化的給老百姓看。畢竟美國呢，至少有68% 的民眾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亞馬遜、打數據中心、打能源設備，就是要讓這些戰爭從抽象的，你美國人在遠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變得很具體的，讓你的銀行刷 App 刷不出來啊，讓你的油價漲上去，讓你的養老金賬戶跌下去啊，類似這樣。那這也是不斷的在給川普國內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這些灰色地帶都打成新常態。如果我的電廠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電廠；如果我的科技設施被打，那我就打你们的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鎖，那我就封鎖荷姆茲海峽等等。所以這是一個模塊化的報復菜單啊！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相對應的什麼東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国際社會挑毛病，這好像也沒啥問題。好，那麼。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對這個稿山呢？7月13號，川普還說我們要直接在前門來一記漂亮的重擊，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個主體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個入口在山腳下就炸一個小東西，這個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後再宣布，我們已經這個重創了，有沒有覺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 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條件，比如說國內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現我對伊朗很強硬，那麼去轟炸這個稿山是最強硬的直觀符號。那第二個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斷的逼宮啊。納坦尼亞胡政府呢認為說，我們必須要去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啊，這才能夠有合法性啊。那再來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價。畢竟如果真的要去到稿山的話，要問要不要出動地面的部隊啊，這個也有很大問題。畢竟伊拉克對美國的陰影實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國可能也不敢輕易的動用核武器。再來第三呢，也是整個後續，那荷姆茲海峽仍然是沒有辦法得到結束，甚至這戰爭很可能會繼續擴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後沙特的這些全面開戰。所以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熒幕上的最後一句話，基本就是總結，就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還沒打完，他的期中選舉非常困難。好，那同樣的問題，那幹哥又怎麼看？特別我們剛剛提到的稿山嘛，真的要打進去的話，得出動的是地面部隊。漢庭剛剛也分析了，如果出動地面部隊的話，它的代價非常的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說赫格塞斯特別提到說，在這場戰爭當中有中俄的協助，幹哥又怎麼看？其實上次我們就已經有提到了，就是說你今天摧毀了，上次我們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爾多啊等等這些地方的核設施，可是這次他移到稿山之後，我講句實在話，他不會再重蹈覆轍。也就是說，他的體系一定會比以前要來得更深，要來得更周密。他的離心機搬到那裡面去。你要曉得，那個離心機不是幾台，是動輒要上千台，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你要使它的鈾能夠提升到武器級的水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變到85%，乃至於抵達90%的武器級濃縮鈾水準，那是要上千台來運作的。所以你認為他把它移到稿山去之後，他是擺在那邊好看的嗎？你覺得伊朗的領導人是有這麼糊塗的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要怎麼去摧毀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隊來？千萬不行，絕對不能派出地面部隊。為什麼？因為阿富汗22年我們都已經記憶猶新了。這個是對於美軍而言，他們最記憶猶新的這個慘痛的記憶啊！為什麼？因為在阿富汗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沒有對伊拉克產生實質的影響？也沒有。為什麼？伊拉克有沒有完全建立親美的政權？
他的人民是不是從此就喜歡了美國？也沒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隊，你要想的問題是在於這個國家會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難。為什麼？因為它有非常傳統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國。你如果是派部隊進去的話，你一定要從教育開始，我覺得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你認為伊朗它會不會繼續危害這個荷姆茲海峽？會。為什麼？很簡單，這就是不對稱的低成本戰爭。它有很多的海軍快艇，它有更多的無人機，它在未來的5、6年之內，它會繼續啊，我們用騷擾這2個字也不為過。或者說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也不為過。那你川普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根絕它？所以剛剛講完了核子設施，這次講的現在在講的是荷姆斯海峽。那川普，我想請問你，現在已經知道付了375億美元的戰爭費用了，現在還要再追加800多億美元的戰爭費用。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是我在這邊就已經覺得說，恐怕不能再這樣打下去。再這樣打下去的話，不是只有美國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它的影響。為什麼？第一個油價，第二個通膨。所以現在他還得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很簡單，我有大規模的無人機技術跟原料可以給你。然後中國呢更簡單了。中國有低層次的地對空防空系統，交給比如說鷹擊9型。跟鷹擊19型的防空飛彈，這些東西通通已經交給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講一句，如果真的拿出來的話，對於美國地面部隊會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這個戰爭還沒有打完，而且必須繼續打下去。對，現在在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期間，剛剛儒幹哥幫我們提到，這一次美國最新又說呢，要再追加有關於戰爭它所需要的錢，所以現在最新追加的預算是376億美元，國會真的可能撥款嗎？等一下，韻老師來幫我們看。赫格塞斯也說了，確實啦，現在碰到的狀況是，美國的戰爭成本已經達到375億美元了，這個數字比先前公布的嚇死人了，高出了90億美元。如果說新一批的這一筆費用800多億不能到位的話，接下來包括了美軍的訓練跟未來部署都會直接受到影響。那麼現在戰爭成本也等於說不能再蓋牌了，也等於是攤開來在這個陽光下給大家檢視了。包括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美軍傷亡的資訊，現在也都是整個攤開來被外界來特別做檢視。另外有關於能源命脈2個海峽，包括第一個荷姆茲海峽，第二個紅海的狀況也來看，伊朗現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勢。荷姆茲海峽遭到不明的一個飛行物擊中，全體的船員被迫棄船逃生，這是來自於英國最新的一個證實。另外，胡塞組織持續的封鎖在紅海這邊，對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實施的海上封鎖，已經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輪在21號趕快掉頭改道，等於說2個海峽被封，現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脈都掌握在包括了這個伊朗跟胡塞組織的手中。韻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影響？這個剛剛講到3個方面消息，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個消息。第一個的話呢，就是這是海格塞斯啊，美國的戰爭部長第一次到這個國會去，就這個 Capitol Hill 裡面去開會的時候，跟他這個參議員呢，就是要錢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要錢，我跟大家詳細報告一下，他要的是876億美元。其中的話呢，有670億美元是為了這一次美伊之間的戰爭。然後呢，他呢到目前為止呢，他已經講說，我們已經打了用多少錢？原來五角大廈第一次公布的是290億美元，結果他現在增加提升了86，變成376億美元。那大家都覺得說，你拿了錢簡直當流水一樣亂花，對不對？那所以說，這裡面第一個消息就是說，美國打仗完全是靠錢，那現在這個錢的話呢，有一點腐爛。那另外還不要講說，它的明年的軍事預算是1.5兆
，1.5萬名，這個是第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其實講起來，如果沒有錢的話，美國打了這場，就我活這麼大，有史以來見過最荒唐的一場戰爭了。這個是荒唐到極點。如果因為我們每天就是說句良心話了，就是拜川普之賜，我們這幾個名嘴天天在那邊光是聊美國這個荒唐戰爭，這麼聊了快幾個月了，對不對？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大家了解，就是說目前為止的話呢，伊朗這次發狠啊，就是只要過了荷姆斯海峽的話，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沒有這回事。你剛剛這樣提到的，講說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麼的，因為那個長期來講，看這個伊朗就是個慫包啊，就是沒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東去投資這個高科技什麼都放在那邊，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來了。而且現在的話呢，幾乎就是什麼第五艦隊什麼的都打得一塌糊塗。那麼這個就跟以前不一樣。然後我現在發覺是最嚴重，就是說。大家原來那個以色列跟美國拿了對那個胡塞武裝都沒有辦法，請大家記住胡塞武裝是也門的一個叛軍啊。那這個叛軍的話呢，他們都不要命啊，他們遊行的時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斷腳的缺腿斷腳在那邊遊行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況下的話，他現在因為那邊有2個很重要的海峽，是整個波斯灣的這個所有的游出來，一個就是荷姆斯海峽，另外就是曼德海峽。對，現在大家打開地圖一看，這個曼德海峽裡面胡塞武裝鎖了金井，而且直接威脅沙特。大家要了解，一個叛軍可以威脅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家，而且的話呢，這個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這幾天油價上漲到130幾，馬上就開始反應了。為什麼？如果2個海峽都被封住，而且他們基本上的話呢，都是這個什葉派的教徒的話呢，在這種情況下，抵抗之虎出現的力量，這個世界的經濟很麻煩，真的很麻煩。首先，我們看到第一點，美伊戰火現在是全面的升級了。川普狂轟伊朗，這個叫做永不沉沒的航母大通布島，現在是它的最新布局，真的能夠撕裂伊朗的荷姆茲防線嗎？那麼這個島它的重要性是伊朗的7島防禦網，會不會引爆下一個中東的戰火呢？另外一場新的引爆點呢？再來，我們看到第二點，美軍連續炸伊朗，狂轟狂炸，已經達到5天了。當然了，伊朗的報復的力道也是非常強烈的，發動了閃電行動跟這一場叫做納斯爾2號的飛彈無人機攻勢。伊朗也最新揚言了，他會俘虜100名的美軍，他是真的反擊，要打痛美軍，還是一場心理戰？這個是第二個問題。最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伊朗打出的能源王牌，包括了胡塞組織也說要參戰哦。那麼接下來他的下一個動作就是封鎖曼德海峽。如果荷姆茲、曼德都被封鎖住的話，全球油價有沒有可能很快的突破$200大關？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剖析。這一次在中東的戰火部分已經全面的升級了。川普在下令要重啟對於伊朗的這一波攻勢之後，已經連續整整5天狂轟伊朗，而且呢，這一次是第一次24小時之內白天發動一場戰爭，接下來晚上又發布另外一場戰爭，等於是全天候不停的在对伊朗進行轟炸。15日早上，我們先來看到美軍鎖定的就是它的荷姆茲海峽的入口。今天特別要關心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對於伊朗來說是重要的戰略節點，它的大通布島。美軍上午在這邊轟炸了90分鐘，緊接着同一天下午又展開第2波的攻擊。同時，美軍還說要恢復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封鎖行動哦。那麼，我們也看到了，美軍的部分還對無視警告的油輪發動了地獄火的飛彈攻擊，要切斷所有伊朗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線。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主題就是：美軍真的只是炸一座島嗎？因為大通布島到底有多重要？幫觀眾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它是伊朗7島防線的核心，所以顧名思義，其實就是由7島所組成的。這當中包括了大通布、小通布，還有其他的島，那麼形成在伊朗的一個拱形的防線哦。這一波攻勢造成了我們看到伊朗的7名軍人喪生，還有13枚飛彈直接射向了伊朗的東南部，在這邊的軍事基地。伊朗形容這個大通布島的7島就像是永不沉沒的航母。現在美軍直接鎖定這個地方，目的就是要打穿伊朗的海上堡壘，意思也就是要削弱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一個控制權哦。那麼接下來伊朗就放話了，他說會為烈士的鮮血復仇，並且迫在眉睫。等一下會立刻來看到伊朗的最新軍事行動。川普最新接受了這個媒體的專訪，他怎麼形容
伊朗，他說伊朗像偉大的拳擊手，你以為你已經把他打敗了，結果他立刻反手給你一記重拳。我們要趕快來看到伊朗的重拳有哪幾招。第一拳跟第二拳包括了第一個閃電行動，伊朗透過自殺無人機發射來猛烈的攻擊當地的這個約旦這邊的基地。第二拳就是它的第8波攻勢，飛彈加無人機攻擊多地的美軍基地。那第一拳當中還包括攻擊的美軍在當地的 F-15、F-16、F-35機庫跟它的 MQ-9死神無人機的這個機庫哦，同時瞄準了當地多個通訊系統、燃料庫跟雷達站。第二拳我們剛剛提到的嘛，納斯爾2號第8波攻勢，則是瞄準當地的後勤，包括在科威特的後勤中心，還有阿里薩勒姆基地的防禦雷達系統等等。最受關注的是，我們看到伊朗特別公布了一個衛星圖像，說它炸毀了哪些地區呢？包括了在巴林的美軍基地、第5艦隊基地的無人機指揮中心，還有呢這邊的這個謝赫伊薩空軍基地的直升機維修中心跟 P8 電戰機機庫等等。伊朗外長繼續放話，接下來應該會來進行的這一場地面戰，可能會俘虜100名的美軍，把這些美軍帶回伊朗哦。這些攻勢非常的強烈。我們先來關心美國轟炸伊朗的七島，這個叫做永不沉沒的航母，這個天然航線真的能靠空襲摧毀嗎？現在真主黨也說他要加入了，美軍是否面臨更大的壓力？賴老師怎麼看？要靠轟炸要把一個伊朗的防線要摧毀，恐怕不容易啊。因為我們先看一下過去的戰爭歷史啊，在過去的戰爭歷史，日本怎麼炸重慶，並沒有讓中國大陸屈服。納粹啊一直炸倫敦，也沒有讓倫敦啊英國屈服。同樣的，美國的盟軍一直炸柏林，也沒有辦法讓柏林屈服。二次大戰之後啊，就有一個案例啊，有一個國家，它因為被轟炸，沒有出動地面部隊，而最後屈服的。那個案例就是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就是過去的南斯拉夫，但是美國炸它炸了78天，投下2.2萬噸的炸藥，也就是23000多枚的炸彈，不斷的投下去，然後炸了78天以後，它才屈服。如果我們要講說二次大戰期間裡面有沒有哪一個炸彈讓日本馬上屈服的，那就是2枚的核彈啊。過去炸了東京或者日本的一些地方也沒有讓日本屈服，但是2枚核彈讓日本人嚇破膽了，屈服了。二戰以後我們強調的就是南斯拉夫也是炸了78天，2萬多噸的炸彈才讓它屈服。那你想，川普炸了5天啊，這個島嶼就要讓伊朗屈服，恐怕也不容易。在2月28號開始，美國就已經一直在炸伊朗的所有的軍事要塞、所有的軍事設施，炸了1個多月，啊，也用掉了上千枚啊的一個高精度的導彈，也沒有讓伊朗屈服。所以這樣的一波的炸彈啊，就是說啊，伊朗的這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的島嶼就要屈服了。我想這不容易。為什麼？因為你最終還是要出動你的地面部隊，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出動你的地面部隊，你只專門靠這樣的一個轟炸，那你不去佔領它，你不把它當成你的要塞，當成你的一個前沿基地的話，那伊朗為什麼會屈服？你炸了以後，我繼續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只要沒有控制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就還在我手中。所以我個人認為，美國沒有辦法靠不斷的轟炸中就屈服伊朗的抵抗意志。可是問題就在於美國敢不敢出動地面部隊？我覺得這個是考驗的川普的一個決心。川普講說要出動地面部隊已經講得很久了，從把機槍部隊派過去，把這個特種傘兵部隊派過去，再把這個遠征軍都派過去，就海軍陸戰隊，也就是不管是從空中投下去的，從海上登陸的等等各種例行的這種2棲的部隊作戰都已經部署到這個地方來了。部署了多久了？快半年了，也沒有辦法投下去，就是因為風險太高，不可靠的因素太多。川普他自己也沒有把握，說他的地面部隊投下去以後沒有傷亡，或是極低的傷亡，很少。
連他去挽救他所謂的人質，後來認為說他可能是要去摧毀這個伊朗的這個被轟炸的核設施，然後要去確認以後把他的核原料拿走的那樣的一個特種部隊的，尤其是綠扁帽部隊跟三角洲部隊組合的這種特種部隊投下去，最後的結果怎麼樣？最後的結果還是落荒而逃嘛，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美國要出動地面部隊要佔領這個地區，我想這個風險太高了。我個人認為，川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敢下決心說我就做了，所以也不會因為這樣子，伊朗就說那我屈服，我投降，那我們來好好談判。可是川普已經露餡了，他炸了半天的目的還是為了要談判嘛，說我們來談嘛，我們來談嘛，那這個怎麼可能？我覺得川普已經把他底牌泄露出來了，也就是他做的目前的動作，最終就一個目的，就是我要談判。好，那同樣一個問題也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因為川普也說了，這個伊朗是偉大的拳擊手。那我們看到伊朗是立刻發動了各種的攻勢，不管是他的第8波攻勢，或者是他的閃電行動，真的打痛美軍了嗎？那伊朗真的如他所言，他敢綁架100名的美軍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這7個島就是在荷姆斯海峽北邊最大一個島哥斯姆島，那旁邊還有7個小島，包括到我們知道拉拉克島、大不通、小不通這些島，這幾個島原來在這個3月份美伊戰爭的時候，美國地面作戰就揚言要奪下這幾個島。那從美國當初地面作戰要奪取這幾個島，你就知道這幾個島對控制荷姆斯海峽有多重要。但是為什麼當時以美軍強大的戰力，那他都沒有辦法奪取，也最後連動手都不敢動手。我跟你講，這幾個島在軍事上它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它這幾個島等於是伊朗南邊這個大陸的一個前沿陣地。你要對伊朗的本土發動攻擊的話，首先你要打這幾個島。如果說你沒有拿下這幾個島，你貿然就進攻伊朗的本土，這幾個島就變成反射擊陣地，它可以對你登陸的部隊反過來打你屁股所以你就必須要先拿下這幾個島。可是你要先拿下這幾個島，你又會遭受到伊朗本土部隊的這種掩護攻擊所以你要拿這幾個島是非常难的。這種道理就像是我們台灣現在來講的話，有一些這個外離島，它的跟本土之間作戰的地位是類似是像這個樣子。但是關鍵是這7個島又連在一起，你不能只拿一個島，你必須要同時拿下7個島。你光打一個島沒有用，你打一個島，其他6個島會同時對你發動反擊，互相掩護。所以美軍當時我覺得他就在軍事上面、戰術上面，他沒有那能力同時對7個島發動攻擊。但是現在這7個島又剛好是在荷姆斯海峽的北邊所以伊朗現在規定，所有要通過荷姆斯海峽船，必須要從北邊這個拉拉克島從這邊經過，要進入荷姆斯海峽，要從拉拉克島的北邊，要出荷姆斯海峡，要從拉拉克島的南邊，這幾個島剛好就是控制的荷姆斯海峽。但是美軍光靠轟炸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到最後你還是要靠地面戰來處理來解決。但是看得出來，美軍現在對於這個發動地面戰奪取這7個島，目前看起來沒有這個決心，也沒有這個能力。因為我們看到他現在打到現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很多兵疲力盡了這個已經沒有太大，我認為他沒有太多餘力可以去攻占這7個島。之所以伊朗會不會去俘虜100名美軍，我覺得這可能性極高的。因為我們不要講別的，地面作戰的話，一定會有俘虜。這個包括到我們現在俄烏戰爭，你看到雙方動不動隔一段時間就互相談交換俘虜，所以地面戰爭一定會有被俘虜的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說伊朗這個對美軍主動發動地面的突襲來講的話，它可以利用伊拉克的民兵組織這個利用或者是說美軍敢這個貿然的發動地面作戰來講的話，我覺得美軍被俘虜機會是很大，因為歷來所有地面戰爭來講的話，幾乎是俘虜是被敵我雙方互相俘虜，幾乎是避免不了。但是問題是，美國以這個國家來講的話，它是絕對經不起這個有美軍被俘虜。如果有美軍被俘虜，大概國內反戰的聲浪就會一波就非常的洶湧。對川普來講的話，他應該是招架不住的。
好，那我們看到，眼看這一場戰事哦，逐漸的擴大，甚至已經要到失控了。現在另外一個組織說要加入參戰了，它就是也門的胡塞組織。我們要看到他最新放話，他說，如果呢接下來局勢如現在所發展的繼續再往上升高的話呢，他不排除接下來會來封鎖的是曼德海峽了。那現在就會看到說，不只是荷姆茲海峽被封。曼德海峽未來也可能陷入危機，那大家怎麼看？說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呢？這位是倫敦國王學院的專家，他叫做克里格，他特別警告說，這件事情會是伊朗最後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革命衛隊認為說全面戰爭已經不可避免的時候，他才會做出這樣子的事情。如果兩個能源命脈都被掐住，那全球油價恐怕升高到1桶$200大關，有沒有這可能？這個經濟核彈，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稍微有一點危言聳聽了哈。因為歷史上油價最高的時候是2008年7月，多少錢呢？布蘭特原油147塊，這歷史上最高的。而且那個時候很大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那再加上國際整個能源的需求，那美国的金融危機導致美元的貶值，因為美元的貶值這個貨幣貶值才使得這些價格攀高。所以是這個因素，那會不會因為這一次，你說荷姆茲加上曼德海峽，你必須要了解，胡塞組織對於曼德海峽的封鎖，如果他真的這麼做的話，和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封鎖是不可以劃等號的，因為它在整個地緣、地理，然後呢，整個飛彈以及無人機，還有就是海岸的控制，跟在曼德海峽是不一樣的。曼德海峽之前曾經發生過類似這樣子的紅海的攻擊，所以各國其實都有去做一些排除，因此它會讓油價攀高。我們先來看一下哈，油價在2月27號的時候是72塊美元，我們講的都是布蘭特原油。發生戰爭之後呢，在4月中到6月中2次最高到120塊，這已經是非常高了。然後呢，大概在這段期間到6月中以前呢，大概都是在90塊到95塊之間，其實已經是相對高的。你看72塊到90塊，可是當6月17號他們說要進行和談的時候呢，就一下掉，在這3個禮拜掉到了71塊，那就回到了戰前一樣。戰前一樣。當然這有點預期心理。那現在是多少呢？現在從7月10號到目前為止呢，大概是維持在84塊、85塊。昨天是84.95。今天到目前為止收盤是84.88，所以維持平的。可是還是繼續的轟炸啊。對，某種程度哈，因為大家剛才賴老師講了，知道川普根本撐不了多久嘛。你就是說7天我要炸你橋梁，然後我就希望你回到談判，所以戰爭不會擴大。然後他給國會的信函裡面說啊，我不會打地面戰，我會是有限度的，我會是一個合適的、適度的攻擊。所以換言之，其實這個油價跟這個股價慢慢的跟川普在那邊一天到晚叫囂真打，但是呢，已經有一點脫鈎了。但當然還是這個價高了哈，被疊高了。可是呢，並沒有說往上攀。如果說2個海峽都被封鎖哈，它立即會往上走，120都有可能。那曾經來過，但是再往這個上走的時候，我覺得需求會降低，因為這會造成整個需求這個無法負擔，然後呢，戰備儲油會出來。那最重要的是，這個時候別的國家不會在旁邊袖手旁觀了，歐盟、俄羅斯甚至中國都會出來說，這個事情不能再這樣惡化下去。你美國要有所節制，你伊朗要有所這個就是回應。對，不能再這樣下去，他們2個國家自己也受不了。所以我覺得現在不過這裡最後一點就是說，打消耗戰，美國以為在跟伊朗打消耗戰，但這個消耗戰不要認為只是打彈藥庫存消耗戰，光是這一點，其實美國已經輸了。現在你再輸有什麼意義？對。但是消耗戰另外一個意義就是我們今天一直在講的，油、通膨、經濟，還有你的選舉會消耗你的，所以那伊朗都沒有這些問題啊。那當然，伊朗的經濟會更加的受創，所以我是覺得，為什麼川普自己設定了7天、14天，那他就知道這個消耗戰
其實它有它的天花板存在的。第一個，川普喊話了，他下周再繼續打下去的話，會炸伊朗的電廠、橋梁，現在都已經到這些民用的設施了。伊朗反嗆，他要讓整個中東的基礎設施跟着一起賠賬，美伊衝突進入了全面毀滅戰嗎？第二件事情，伊朗的納斯爾2號連續的10波攻擊，專門打擊的目標非常的清晰，當中包括了美軍的雷達系統、燃料跟指揮節點。美軍的軍費現在已經是燒到了1000億美元了。這場戰爭到底是誰在消耗誰呢？第三件事情，美軍宣稱他封鎖了荷姆茲，但是現在航運的公司是拒絕接受美軍的護航的。伊朗他現在看起來是靠着飛彈、無人機、海上威脅，已經完全突破美國的海上優勢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中東戰場可以說現在是來到最危險的時刻了。來自於美國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證實，16日再度的發動對伊朗的第6波打擊，鎖定的目標包括在伊朗南部的沿海城市哦。它的目標是要削弱伊朗的軍力，並且持續在海上也做封鎖。這一次的封鎖，美軍迫使了3艘船試圖突破封鎖線的商船是全面的大轉向了。再來看到伊朗的國營媒體也正式的證實了，確實美軍針對他們的這個攻擊力道是非常強大的，包括去攻擊它的機場、火車站、橋梁都變成了一個目標，包括伊朗當地最大的一個港口也挨轟，2座靠近荷姆茲海峽的重要橋梁也被炸，造成2死4傷。這個時候，美國繼續的嗆聲，來看到官方怎麼說的。李威特補了一句：因為是伊朗的問題，他當初違反了承諾，所以遭到制裁。德黑蘭已經主動的求和了。真的嗎？德黑蘭有求和嗎？伊朗的外交部最新也直接回嗆，美國犯下多起戰爭罪，攻擊的是民用的設施，公然違反了聯合國的憲章。因此，革命衛隊立刻是展開新一波的攻擊行動。這一波的攻擊行動是納斯爾2號的第10波攻擊了。首先，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是，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宣稱的已經襲擊了在敘利亞當地的美國特種部隊指揮中心，摧毀了當地一套雷達系統，數架特種部隊所使用的直升機，造成大量的美國人員喪命。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那除此之外，還包括了科威特的空軍基地也被襲擊，包括當地的預警雷達被摧毀。還有在巴林的這個基地，它當地的這個燃油站也被炸毀。7月份到現在已經有10波攻擊了，橫掃包括了在科威特、巴林、卡達到約旦等4國的美軍基地。伊朗現在專門打的3樣東西，包括了感測器、燃料設施跟指揮節點。川普說了，再打下去的話，下周繼續的轟炸，鎖定的是當地的發電站跟橋梁。那麼革命衛隊再回嗆說，美國真的敢這麼做，攻打基礎設施的話，接下來中東所有完好的基礎設施都變成伊朗的打擊目標，看起來是要把它整個波及到中東的盟友們去做攻擊。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酈將軍如何看這一波雙方所發出來的戰略訊號？川普他也喊話，下周會去炸電廠跟橋梁。伊朗說，你這麼做，我就會摧毀所有的在美軍在中東的建設。真的話，這一波攻擊會一路升級到底嗎？還是跟過去一樣，川普可能會 tackle？ 酈將軍怎麼看？首先這個伊朗的戰果，我這邊也跟各位觀眾報告一個最新的一個戰況哈。伊朗這一次來講的話，納斯爾2號現在最新的一個訊息是，這個美軍部署在伊拉克叫做庫爾德斯坦的這種埃爾比勒國際機場的愛國者3的導彈基地已經發生殉爆被打了。同時，在這個時間，美軍準備空襲的 F-35戰機也在波斯灣上空發出7700的代碼，7700代碼就是代表它要緊急迫降。所以美軍在這次這一波跟伊朗的戰爭，我們看出來它的戰果並不如他所預期的這麼好，甚至於很明顯的在這個在戰況上面很明顯吃了暗虧。所以我認為白宮發言人李威特他所講的話是謊言。這個現在來講，我不認為德黑蘭會主動求和，因為這場之後的這次的戰爭，很明顯的是伊朗主動求戰，那美國很明顯的是被迫應戰。那伊朗他會主動求戰，代表說他在戰前已經做好各項的作戰的計劃跟準備，他才發動這一波的攻擊。
那美國很明顯的是被迫應戰，伊朗是怎麼樣主動求戰呢？他借着攻擊經過荷姆茲海峽的這些油輪，他說你只要不按照我規定的航線來走的油輪，我都攻擊哈。那再說，那他所規定的就是要走他靠近伊朗北邊的拉拉克那個島的航線，但是很多油輪是要走南邊靠近阿曼這個航線，那你只要走靠阿曼的。這個伊朗就發動無人機對你們來實施攻擊跟打擊。那美國為了讓荷姆茲海峽能夠保持暢通，所以他這發動一波對伊朗的這一波的反擊攻擊。所以你說這次行動很明顯的是伊朗主動求戰，美國是被迫應戰。那為什麼我講說美國被迫應戰？因為我們從之前包括到這個伊朗美伊雙方 MOU 簽了協議之後，我們看到美國在很多動作已經做了戰略退卻的動作，包括他將部署在中東地區的 B-52轟炸機這些還有在約旦基地的戰機都已經加油機都已經撤回了。另外也看到他將這個林肯號航母向後退了200多公里，這都是報章媒體有披露出來的一個確實訊息。所以很明顯的，美軍來講已經準備做戰略轉移，因為他在這個地方事實上已經耗費了4個月這個包括到林肯號航母已經200多天沒有靠岸休息，大家都已經受不了了。所以很明顯的，美國撤退，但是這時候伊朗很明顯的就不讓你走，我主動採取攻勢。那美國現在能夠處理的大概有3種方案。第一種方案你就必須要直接對伊朗內陸地區的所有導彈發射基地、無人機發射基地來實施攻擊，不然的話，它在內陸它一樣可以打得到你波斯灣。經過荷姆茲海峽船只，它的無人機射程可以高達300多公里導彈射程甚至於上千公里。它要攻擊荷姆茲的這個船只來講的話，事實上是輕而易舉。那我們現在看到今天為止，美國只能對伊朗的沿岸地區來發動攻擊，但是並沒有看到它對內陸重要的導彈發射基地來發動攻擊。是第二個，美國能夠採取的就是要靠地面作戰。如果說你不採取地面作戰來講的話，事實上沒有辦法拔除伊朗這些沿岸的這種對荷姆茲海峽油輪構成這個威脅的這些這個無人機或者是導彈的基地，或者是甚至於無人艇，你是沒辦法拔除的。那你就必須要控制荷姆茲沿海的這7個離島。我們昨天有講過，大不通、小不通和拉拉克這些島，你如果說沒辦法用地面控制來講的話，這些島一直都掌握在伊朗手上，它就隨時可以對通過荷姆茲的海峽來發動攻擊那第3個，我覺得川普可能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回歸到談判桌上面來。跟伊朗來進行這個來繼續談判，但是如果說這是對美國來講是損害最少的，你繼續打下去，我們都知道美國現在馬上面臨的國內的選舉，馬上面臨選舉壓力，還有美國這次戰爭這個預算的膨脹聽說將近花了上千億美金，那老百姓已經受不了，所以美國如果說願意跟伊朗談判來講的話，那當然會中了伊朗所望所求，那伊朗會對美國來講的話，在談判桌上面會要的更多，這也是川普到現在為止他進退兩難，他不知道幹嘛，打不下去打你可能沒有做準備，談的話，那你必須要割更多的肉去餵伊朗，所以說我覺得川普來講的話，現在面臨這個舉步維艱的這個困境。好，所以這場戰事打到現在從7月份這種大規模的攻擊，現在看起來整體來說，伊朗還是掌握目前的戰爭的主導權。那美國有一點是被迫應付，跟着打下去。那尤其我們也來看到細節，這次伊朗也是鎖定它的目標是非常的精準，它有鎖定它的目標，像是專打美軍基地的雷達燃料設施、後勤節點、指揮中心。那這當中背後的戰略策略是什麼？再來就是剛剛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說這個美軍在敘利亞當地的特種指揮中心也被摧毀一套雷達系統跟數架的直升機等等，這對於美軍的傷害又有多大？那將軍怎麼看？那這一次伊朗大概2個目標，第一個他專門打美軍駐在中東地區的有生戰力，後勤就是有生戰力，因為大家彼此消耗戰，那消耗戰後勤第一啊，把這些不管是它的油庫，或者是燃料，或者是彈藥庫，或者後勤維修中心炸掉，這是有生戰力。後續的有生戰力，美國所能夠發揮就相對有限了。所以你注意看，這個就是它摧毀有生戰力。第二個，關通系統，因為關通系統是預警的，
那伊朗過來的是導彈打美國，伊朗過來的是無人機打美國基地，那他讓美國在這方面預警能力降低，那怎麼我打你的關東系統，打你雷達站，讓這一方面呢沒有辦法能夠充分的能夠掌握預警，那你的整個的作戰的預警時間跟空間就很短暫。再來就是說，那這個關東系統也包括了作戰指揮中心，這個是指揮管制，那指揮管制包含縱向的指揮管制，橫向的指揮管制都會受影響。這樣美國所能夠發揮的統合戰力，就戰力值就會慢慢下降。所以伊朗它這個就是打了戰略考量是這個樣子。那戰略考量，那美國自己呢？美國自己它就有些短板，因為美國住在中東地區，不管是科威特、敘利亞、伊拉克，但是敘利亞因為稍微遠邊了，伊拉克稍微遠邊，最重要是科威特、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也包括巴林。那這些駐軍的話，美國總共19個駐點，它在驻在國是分散，在當地國的時候是集中在那個基地。那你这個你一集中，你就很容易被打。如果你分散的話，我讓你離伊朗，我那麼多那個地方，讓你那不知道你要打哪個是重點，我都分散屯除，保持我這個戰力保存能夠做得很好。沒有，你在驻在國就在這個地方，為什麼？它比較好管理，但是你這個剛好被伊朗專門就打你這個幾個地方。比如說經常提到的這個史密提到什麼烏代德空軍基地啊，什麼在巴林的什麼第5艦隊指揮中心啊，就是這個樣子，因為你都在集中嘛。那這個集中剛好就被打。那美國有3個短板，第一個人數少，美國在中東的駐軍呢，常態保持5萬人，那有15000人在科威特，所以科威特是最多。你這個你能夠發揮多大戰力？那你就要靠你說你有航空母艦，航空母艦畢竟在阿拉伯外海，畢竟距離伊朗比較遠，戰略威懾能力就會比較弱。第二個，因為過度集中在大營區，那你能夠發揮戰力保存、戰力防護的效果就相對有限，因為你都集中在大營區，這是沒辦法改變的嘛。你現在說我現在要分散，你現在怎麼分散？現在是打仗狀態，你怎麼分散？所以沒有辦法。第3個，美國的補給線太遠，要在美國，在英倫三島，然後要過來的時候，你還記不記得？包含西班牙不讓美軍過境，意大利也不讓他飛機飛過去，那美國補給線太遠了，太遠了，感覺到鞭長莫及，而且會勞師久頓。你在這個狀況之下，所以美國能夠發揮的統合戰力就會相對有限，這也是伊朗看準的地方。我就打在後勤指揮中心，因為什麼？你補給線太遠，沒有那麼快可以遞補上，那我伊朗就有時間上的優勢。好，但我們也來看到說，現在呢，其實美伊雙方也在力拼的，就是要持續的掌握這個荷姆茲海峽的主導權。那最新消息，我們看到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報道說呢，多家的國際航空公司根本拒絕美軍的護航行為哦，甚至有航運業者直接喊出了一句話，他說：“美國似乎無法控制局勢。”好，除了荷姆茲無法控制之外，我們來看到的是，現在伊朗也還沒有祭出他的殺手鐧，包括呢，伊朗的最高指揮部已經畫下紅線了，絕不允許美國介入荷姆茲海峽，這是不可逾越的紅線。那接近胡塞的人也說呢，飛彈跟無人機現在已經部署在曼德海峽附近了，只等待伊朗來命令就會來同步鎖定曼德海峽。另一方面，美軍的軍費則是持續的高漲，現在最高已經喊到軍事支出是達到1000億美元，遠超過官方當初公布的310億美元。那賴老師怎麼看？目前包括了航運公司的態度，他們還是不願意買單川普。那川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呢？難道拉着全球跟他一起陪葬嗎？還是想個辦法找個台階下嗎？賴老師怎麼看？川普搞砸了，他也沒有什麼台階可以下了啊，因為他一直說伊朗要跟他求和，要跟他談判。那伊朗已經用行動用行為來證明他沒有要求和，沒有要談判。為什麼？因為他還是繼續的對美國的軍事基地採取猛烈的打擊，而且已經打到更遠的約旦了啊。約旦在過去是美國前沿基地中的屬於比較後勤補給的一個後備預備隊的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但是在這一次伊朗的攻擊，很明顯的你已經看到了，它遭受到猛烈的打擊。這個對於美國來說是噩耗，是壞消息，因為 F-35也好，或者其他的指揮中心、雷達，因為過去的 SAR 系統就是裝在這個地方來保護它的大本營的安全，但是很明顯的现在已經被突穿了，被打了。所以對美國來說，當約旦被打的時候，其實對他來說，比科威特、比巴林、比其他的所謂的第5艦隊的司令部被打，
其實這個消息還要嚴重。對美國來講，這個事態更加的嚴重，是因為那些很早就被打了嘛。對。那軍隊也已經有生戰力也已經是轉進了，撤到其他的一個地方去。可是問題就在於約旦呢，約旦相對來講過去是比較安全的，但是現在已經遭受到這個伊朗的攻擊。美國現在在研究的是伊朗是透過什麼途徑來對它進行攻擊。好，既然美國沒有辦法逼的這個伊朗求和，伊朗也沒有打算要求和，那雙方就僵持在這裡，那川普就搞砸了。所以現在還是需要第三方出來斡旋。可是問題就在於川普的沒有信用，那怎麼去斡旋呢？也就是說，你明明簽了 MOU 這個備忘錄，那怎麼你還開火呢？那你簽了 MOU， 你還開火，伊朗反擊，你又加碼，伊朗再加碼，所以整個過程中就是你美國搞出來的嘛。那你美國搞出這個玩意來，你今天卻要伊朗來主動跟你說，我來求和進行談判，這個緣木求魚，不可能的事情。那不可能是怎麼辦？那他的問題就在於伊朗已經重新封鎖海峽，美國也重新封鎖伊朗的這個海峽，也就是說，美國是對於伊朗的船艦進行封鎖，可是伊朗是對赫爾木茲海峽進行封鎖，美國無法護航，這問題就在於美國無法保證100%的護航。那既然沒有辦法護航，哪一家商船願意冒這個風險？戰爭被打的這個風險，沒有人願意冒這個風險的話，那請問一下，這個海峽什麼時候能通？所以大家為什麼會擔憂國際油價又要開始飆漲起來？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伊朗已經下了一個死命令，也就是一條紅線，如果它的能源設施被炸，那胡塞組織就要去封鎖曼德海峽。那胡塞組織有沒有能力封鎖曼德海峽？有。美國有沒有能力打通曼德海峽？沒有。那一旦曼德海峽被封鎖，蘇伊士運河就完蛋了。蘇伊士運河一旦被切斷，也就是因為紅海被封，蘇伊士運河就沒有作用了。一旦沒有作用，那你歐洲的產品，尤其是南歐的意大利等、希臘的這些產品，你怎麼出來？你就只能夠從西班牙這邊出來繞一大圈。那這個對於埃及的經濟財政會產生影響，對於物流會產生影響，對於船運的運輸會產生影響。這些地緣政治產生的變化其實是很巨大的。問題就在於你川普有沒有能力解決？沒有，你只會搞砸事情，你根本沒有能力解決問題。